你真的看懂《战长沙》了吗？本以为它只是一部普通的战争片，却不知导演的格局居然这么大。致力于纠正观众审美的孔笙导演在拍摄《战长沙》时可谓是精益求精。《战长沙》整部剧的主题都在讲述真实战争，在大气恢宏的历史背景下，在那些民族抗战的血雨腥风中，人物显得渺小无比。可孔笙却用细腻生动的画面，将一个个小人物的辛酸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有穿上军装就已准备好粉身碎骨的狗腿子莫小弟，有胆小怕事却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伙夫小毕，也有视 S 如归抗战的血性军人曹华亭。越往后看，你会发现战长沙的意义绝不浮于表面，而是更深层次地展现了在历史长河中那些成就了那段可歌可泣峥嵘岁月的小人物小家庭们。有一句影评总结得极好，杨紫和霍建华并不是影片选定的主角，而是他们幸运地活下来了，这才成为了我们眼中的主角。也正因导演刻画人物的精细感，《战长沙》播出后口碑才会高涨不下，成为大众眼中的良心好剧。而这是杨紫最拿得出手的作品，但上映时却被观众狠狠低估。这部由杨紫和霍建华主演的《战长沙》评分比赵丽颖、冯绍峰的《知否》还高，它的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南京，但不少人却吐槽这是打着战争的旗号拍偶像剧。可如果你真的仔细看过《战长沙》，就知道它并不只是在单纯讲述战争残酷，而是通过杨紫所在的胡家前后转变，从最初的逃避到奋勇抗争，再到最后整个家族的支离破碎，将国破家亡的悲痛感渲染得淋漓尽致。拍摄《战长沙》时，杨紫还只有21岁，却要和大自己的霍建华演对手戏，看着两人毫无 CP 感的样子，网友们纷纷发出灵魂拷问：导演你到底是咋想的？拍摄时，杨紫紧张到四肢僵硬，但在霍建华的耐心引导下，最终将这场吻戏完美呈现，而他也凭借《战长沙》成功转型。对此你怎么看？